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观众是我的老师争议背后，演员与观众的共生关系如何被断章取义？别浪费会员，短短4个字让演员诚意陷入舆论漩涡。当这句被截取的直播片段登上热搜时，评论区迅速被明星教育观众好大的架子等声音淹没。但鲜少有人注意到，就在同一场直播中，诚意7次提及观众是我的老师，更用长达20分钟阐述观众反馈如何滋养他的表演艺术。直播风波始末，一场被曲解的真诚对话。赴山海热播期间，诚意在优酷平台的例行直播中与观众探讨观剧体验。完整回放显示，他原话是：如果大家边洗菜刷牙边看剧，可能会错过细节，这样会员就浪费了。这段话前有5分钟关于尊重观众观剧自由的铺垫，后有10分钟解释沉浸式观剧能更好捕捉表演细节的创作理念。传播链分析显示，争议发酵始于某娱乐博主截取的9秒片段。该视频剔除前后语境，仅保留别浪费会员的核心句，配以诚意教你怎么看剧的引导性标题。3小时内转发量突破5万，而同期粉丝发布的完整版科普帖阅读量不足8000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诚意在事件中反复强调的观众批评让我受益匪浅，粉丝二创给我新灵感等观点，在传播过程中被系统性过滤。这种选择性呈现导致公众讨论完全偏离演员本意，形成典型的稻草人谬误批判一个被曲解的观点而非真实表达。从弹幕到见面会，演员如何向观众拜师学艺？深入观察诚意的创作轨迹，会发现观众畏师并非场面化。莲花楼拍摄期间，其团队建立弹幕关键词云分析系统，实时追踪观众对角色的情绪共鸣点。数据显示，李莲花破碎感表演的调整，正源于观众对第12集天台戏的集中讨论。更典型的案例发生在《赴山海》播出中期。当观众在超话发起山海经妖怪拟人二创活动时，诚意工作室不仅转发优秀作品，更将部分创意融入后续表演。这种 UGC 反哺 OGC 的互动模式，使剧中征受化型桥段获得书粉一致好评。心理学中的镜像理论在此得到验证。诚意曾在人民文娱采访中坦言，观众就像镜子，照出我表演的盲区。这种将观众反馈纳入创作闭环的做法，与 Method Acting 强调的外部观察形成互补，构成独特的诚意式表演方法论。行业启示录：构建演员与观众的新型对话关系。本次争议折射出娱乐产业亟待解决的3个命题。首先是如何区分有效批评与无效噪音。研究表明，专业团队处理的结构化反馈比碎片化评价更具参考价值。诚意团队采用的情感值加关键词双维度筛选法值得借鉴。其次是创作主导权与观众期待的平衡问题。戏剧艺术刊文指出，演员若完全迎合观众易丧失艺术个性，但封闭创作又会导致作品失焦。诚意在英雄制片厂提出的70%角色内核加30%观众预期的创作比例，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。最重要的是建立可持续的对话机制。相比直播这种易被曲解的即时互动，通过创作手记、角色日记等载体进行深度交流更为稳妥。正如英国国家剧院实行的观众实验室计划，将观众纳入创作流程而非简单评判者位置。断章取义时代的对话困境与破局。当算法优先推送争议片段时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链上的变量。本次事件中，那些花费5分钟查看完整直播的网友，最终都成为真相传播的关键节点。
建立溯源意识不应只是口号，在转发前核实信源，在评论前还原语境，这些微小举动终将汇成抵抗信息扭曲的堤坝。程毅在风波后发布的微博意味深长，戏要慢慢品，话要听完整。在这个140字定生死的舆论场，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像欣赏一部好剧那样，给真相留足展现全貌的时间。毕竟，当观众与演员都能成为彼此的老师时，好作品自会找到知音。程毅观众是我的老师争议背后，演员与观众的共生关系如何被断章取义？风波缘起，9秒片段如何引爆全网？别浪费会员。这短短4个字，将演员程毅推入了舆论漩涡。起初，他只是一场例行直播中的随口一说，却因被断章取义而演变成一场全民争论。当话题登上热搜时，评论区瞬间被明星架子、大教观众做人之类的标签所占领。然而，鲜少有人注意到，就在同一场直播中，程毅整整20分钟谈论观众反馈的重要性，并且7次提及观众是我的老师。他的原意是希望大家能在观剧时留出一些专注的空间，以捕捉表演中的细节与情感层次，而非要求观众必须端坐3小时。完整回放显示，他的表述其实有3种逻辑：尊重自由，大家喜欢怎么追剧都行；娱乐是放松，不必有压力；表达关切，但如果边刷牙边看，可能会漏掉一些设计，这样等于会员没发挥出价值。阐述理念，沉浸式观剧体验能帮助理解人物，也能反馈到演员的创作中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话被某娱乐博主剪辑成9秒短视频，配以程毅教你怎么看剧的标题，形成极强的对立感。3小时内转发量突破5万，而同期粉丝发布的完整版澄清帖阅读量却不足8000。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中，舆论场的稻草人效应被全面触发，公众批判的对象早已不是程毅的真实观点，而是一个经过2次加工的虚拟靶子。观众及老师，程毅的创作方法论。如果溯源程毅的职业轨迹，会发现观众畏师并非临时说辞，而是他长期践行的表演理念。在莲花楼拍摄期间，他的团队曾建立弹幕关键词云系统，实时追踪观众情绪共鸣点。数据显示，第12集天台戏中，观众集中讨论李莲花的破碎感，认为其内心估计未完全外化。后续剧集中，程毅有意强化角色眼神的空洞处理，并通过动作迟缓来表现病弱状态。事实证明，这一调整获得了更高的一致好评。另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案例发生在《赴山海》播出中期，当观众在超话自发起《山海经》妖怪拟人化的二创活动时，程毅工作室不仅公开转发优秀作品，还将部分创意融入到后续表演中。比如征兽化形桥段中，程毅的动作设计明显吸收了二创作品中人兽交替的细节。这种 UGC 反哺 OGC 的互动模式，使剧集口碑在中期逆势上扬。心理学中的镜像理论在此得到了印证。观众的反馈如同一面镜子，折射出演员未曾察觉的盲区。程毅曾在采访中坦言，观众是照出我不足的那面镜子，他们的批评和二创给了我新的灵感。在方法论上，这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强调的内心真实形成互补。演员不仅要从自我情感中汲取灵感，也要从外部观察中修正表达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独特的程毅式表演路径，一种以观众反馈为养分的循环体系。共生关系，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塑造。事实上，演员与观众之间从来不是单向关系，而是一种动态的共生。从观众角度看，他们不仅是消费群体，也是创作的参与者。弹幕、评论、超话、二创构成了庞大的观众共创生态。
这种互动让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，而是能直接影响剧情走向与人物塑造的隐形编剧。从演员角度看，观众既是支持者，也是批评者。程毅称观众是我的老师，正是强调这种批评的价值。他的职业态度不是将反馈视作压力，而是当成学习资源。与其说这是谦辞，不如说是一种职业策略，将观众置于共建者的位置，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创作弹性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这种互动已逐渐制度化。例如优酷、爱奇艺等平台都在开发情感热力图，用数据追踪观众的情绪起伏。部分剧组甚至邀请核心粉丝参与试映会，收集意见后再进行2次剪辑。这说明演员与观众的共生关系正从个体实践升级为产业模式。争议背后的行业启示：这场别浪费会员的风波，不只是一次舆论危机，更折射出娱乐行业的深层问题。有效批评与无效噪音如何区分？碎片化的弹幕、恶意化的剪辑很容易演变成无效噪音，但结构化的观众反馈却能真正滋养作品。程毅团队使用的双维度筛选法提供了一个思路，既要关注情绪强度，也要提炼高频主题，避免被零散观点左右。创作主导权与观众期待如何平衡？演员若完全迎合观众，作品可能沦为数据堆砌；但若完全无视观众，艺术则会陷入孤岛。程毅曾提出角色内和观众预期的比例公式，这其实是一种艺术妥协，保留创作者的个性，同时在边界内回应观众的期待。深度对话机制如何建立？直播、短视频固然便捷，却容易被断章取义。相比之下，通过创作手记、幕后日志、角色日记等长文本形式进行交流，更能避免误读。英国国家剧院的观众实验室计划就是范例，观众不仅在演出后发表意见，还能参与剧本研讨，从源头进入创作流程。断章取义时代的对话困境与破局。碎片化是当下信息传播的底色。算法偏好短视频，热搜推送情绪化标题，使得片段往往取代全貌。本次事件中，那些花费5分钟查看完整直播的网友，最终成为真相传播的关键节点。这恰恰提醒我们，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，溯源意识尤为重要。在转发前核实信源，在评论前还原语境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才是抵抗信息扭曲的堤坝。程毅在风波后的微博中写道：“戏要慢慢品，话要听完整。”这句话不仅是自我辩护，也是一种提醒。在这个140字定生死、9秒定口碑的舆论场，我们或许都需要学会放慢节奏，像看一部好剧那样，给真相留出完整的呈现空间。当观众与演员互为老师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演员与观众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义？或许最理想的状态，正如程毅所言，观众是我的老师。观众通过反馈塑造演员的表演，演员则通过作品引导观众的思考，这是一种互为镜像的学习关系。当双方都能从彼此身上获得成长时，好的作品自然会找到知音，而真诚的对话也会超越一切流量与争议。